喂，馬可，聽到請回答。你旁邊怎麼坐着一個女人？你明知道工作時間是不允許載客的，這樣不合規矩啊。如果你是一個長途貨車司機，半夜2點行駛在荒無人煙的公路上，你的同事突然通過對講機告訴你，你的副駕駛上坐着一個女人，但你轉過頭卻發現旁邊的座位空空如也。你是該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是該相信正在實時監控你的攝像頭呢？歡迎來到好古悚然，我是阿豪。今天我們要調查的這件真實檔案沒有血腥，沒有追逐，但它卻精準地擊中了人類內心深處最原始的恐懼，那些與我們同處一個緊閉空間，我們卻看不見的東西。這份錄像在國外的論壇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準備好你的呼吸，我們開始調查。等下，影片開始前，阿豪有個好康要介紹給你們。大家是不是常遇到這種情況？只想短租幾天追某部 Netflix、Disney Plus 或 Amazon Prime 的新劇，不想傻買一整個月的會員，或者只是想臨時用一下某個平台、某個 AI 工具，卻又覺得長期訂閱太貴，買了也用不完。來，阿豪推薦你們這個超適合短期租借、按需求使用的神級平台 Build OTT。Build OTT 最大的亮點就是不用為了追一部劇用幾天工具，就硬買整個月或整年的會員。不管是想短租影音平台來追劇，臨時使用 ChatGPT Plus 或 Grok， 還是偶爾需要 Adobe 的全家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靈活兌換，真的很適合那種我只是想用一陣子的朋友。當然啦，如果你本來就有長期使用需求，也可以選擇更划算的訂閱方案。使用方法非常簡單，只要依照需求加入，進階者2500積分或領航者4500積分，按月或按年訂閱，就能用積分兌換各種平台服務。比如 OTT 還有專屬社群，大家可以在裡面分享使用技巧，推薦好用產品，一起挖掘更多划算又實用的服務。對 Build OTT 感興趣的朋友，別再為了只用幾天就買完整會員啦，趕快透過留言區置頂鏈接註冊，或輸入阿豪專屬優惠碼 HKB123，就能享有5%的優惠哦。想短租追劇、聽歌、玩 AI 生成，還有臨時辦公的朋友，快去查看吧。在深入這段詭異的錄像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美國的重型貨運系統。這段錄像的主角是一名叫 Marco 的夜班貨車司機。長途貨運是一項極其孤獨且高風險的工作。為了防止司機疲勞駕駛，或者在路途中違規操作，現在幾乎所有物流公司都會在貨車的駕駛艙內安裝一種特殊的雙向行車記錄儀。這種攝像頭，一個鏡頭對着外面的公路，而另一個帶有紅外線的夜視功能的鏡頭，則24小時死死盯住駕駛室內部。調度中心的同事可以隨時切入畫面，查看司機的實時狀態。同時，公司有一條鐵律，嚴禁在工作期間搭乘任何未經授權的乘客，這是為了安全，也是為了保險。事情發生在一個普通的深夜，凌晨2點左右。馬可正駕駛着一輛重型卡車，行駛在一條沒有任何路燈的偏僻洲際公路上。車廂裡只有引擎的轟鳴聲和窗外呼嘯的風聲。他正執行當晚的最後一趟運送任務。直到他車上的 CB 無線電對講機突然響了。呼叫馬可的是在調度中心值夜班的同事。同事當時正在例行抽查各個車輛的內部監控畫面。當他切到馬可的車廂畫面時，他愣住了。接下來，我們將根據當事人的描述，還原這段令人窒息的對話。喂，馬可，聽到請回答。你旁邊怎麼坐着一個女人？你明知道工作時間是不允許載客的，這樣不合規矩啊！哈？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我旁邊根本沒有人啊！我現在是單人駕駛，正在送最後一趟貨。
馬可的第一反應是同事看錯車了，或者是故意在午夜頻道裡開玩笑。但同事接下來的話讓空氣瞬間降到了冰點。老兄，別鬧了，我就坐在監控屏幕前面，攝像頭正對着你拍，你副駕駛上明明就坐這個女人，別跟我扯謊了。想象一下馬可當時的感受，他在一個封閉的時速300公里的鐵包肉裡，他的左邊明明只有黑暗和空蕩蕩的真皮座椅，但遠在幾百公里外的監控員卻信誓旦旦地說那裡坐着一個人。恐懼往往會轉化為憤怒，馬可真的生氣了。兄弟，你少在那邊血口噴人！我說了，我旁邊沒人啊！如果你大半夜拿這種見鬼的事情來開玩笑，你腦子絕對有病！別拿公共頻道開這種惡劣的玩笑。你認真的嗎？那你下班回家後自己去看行車記錄儀的回放吧。通訊切斷了，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馬可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們不得而知。他在餘下的路程裡，每隔幾秒鐘就會忍不住看向那個空蕩蕩的副駕駛，他什麼都沒看到。但當他終於結束工作，強忍着恐懼，調出那段行車記錄儀的畫面時，他崩潰了。接下來我不會解說，我會完整的播放馬可在車上那台向內拍攝的監控錄像。Sitting in the passenger seat beside Marco appears to be a woman. No chingues, pues vengo solo, deja de estar bromeando, 很恐怖吧？現在請大家深呼吸，我們來一幀一幀的放大來看。在畫面左側是正在開車的馬可，你可以看到他的動作很自然，眼睛盯着前方，時不時掃一眼後視鏡。而在畫面的右側，副駕駛的位置上，赫然坐着一個女人。注意看她的形態，這絕對不是什麼衣服堆在座位上產生的錯覺，也不是車窗外的光影折射。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輪廓，她的蒼白的臉，發光的眼睛也非常的清晰，除了她的下巴，不知為何在錄像中是模糊的形態，顯得非常的詭異。但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並不是它的存在，而是它的狀態。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3個極其違背物理常識的細節。第一，安全帶，它的身上沒有繫安全帶。在重型卡車上，未繫安全帶的警報器應該會瘋狂作響，但系統毫無反應，仿佛那個座位上根本沒有重量。第二，動態，卡車在公路上行駛，車廂會有劇烈的震動和搖晃。你可以看到馬可的身體在隨着車身輕微晃動，但是這個女人，她就像是一張被貼在屏幕上的靜態貼紙，她一動不動，甚至連頭髮都沒有隨着車內的空調風飄動過。第三，視線，馬可在駕駛過程中曾經為了看右側後視鏡轉過頭，在他的視線裡，他直接穿透了這個女人的位置。如果那裡真的坐着一個實體的人，馬可絕對不可能毫無察覺的。在西方的都市傳說中，這被稱為 The Phantom Passenger 幽靈乘客。傳說中，這些靈體是被困在某條公路上的亡魂，通常死於慘烈的車禍。他們會在深夜搭便車，但由於他們處於另一個維度，司機的肉體根本無法看見他們，只有通過特定的頻率或者像紅外線監控攝像頭這種捕捉非可見光的設備，才能記錄下他們的存在。我們無法想象，當馬可在電腦前看到這段錄像時，心裡有多絕望。那個東西陪着他開了一整晚的車。也許當他因為憤怒而在對講機裡大吼大叫的時候，那個女人
正轉過頭，靜靜地看着他。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我們總以為攝像頭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但有時候它拍下的東西會讓你寧願自己是個瞎子。下次當你半夜一個人開車的時候，如果你的行車記錄儀指示燈在閃爍，千萬別隨便回頭看副駕駛，因為有時候看不見才是一種保護。雖然普通人也不可能有雙向攝像頭啦。感謝你們看完這一集的好骨悚然，我是阿豪。如果你喜歡這種真實影像的硬核拆解，請訂閱我的頻道，並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看法。你們覺得這是攝像頭的故障，還是公路上的亡魂呢？阿豪是相信後者啦。在留言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吧。我們下集見，拜拜。